为什么你用的 LLM API 能比官方定价直接便宜2/3以上？市面上那些所谓的中继代理报价，往往只有官方原价的34%。对于任何算力开销敏感的业务来说，这笔账算下来，诱惑力大到让人很难拒绝。这背后其实是名为 LLM 中继代理的灰色市场，他们用开源工具把各种分散的 API 账号池化，再打包转售。最典型的一类工具就是像 One API 这样的开源项目，它本质上是一个统一的转换器，把各大厂商碎片化的接口通通转成了标准格式。就在上个月， Reddit 上有一位用户因为密钥泄露遭遇了灾难性的损失。黑产拿到他的 key 后，通过脚本在几分钟内瞬间刷爆了所有的预设额度。当事人的后台账单就像失控的仪表盘，数字疯狂跳动，直到彻底停摆。这些黑产是怎么搞到这么便宜的货源的？他们通过疯狂注册薅取免费试用额度，或者利用信用卡盗刷、账户接管等手段。审计显示，这种方式能把推理服务的成本压低到官方售价的4%左右。你可能会问，这和用康或者 AI6 做流量转发有什么区别？区别大了，传统网关只管流量，而这些代理是专门为 token 池化和格式适配设计的。他们把不同渠道的资源整合在一起，做到了精细化的分发和计费。但便宜是有代价的，链路极其不透明。恶意中介可以在后台偷偷把你的请求模型从 GPT-4 换成廉价模型，以此赚取差价。你收到的响应或许看起来没问题，但背后的算力路径早已被调包。过去1年，前沿模型的 token 价格反而涨了 36.4%。这种密室上涨让原本就疯狂的低价中继市场需求更加旺盛。毕竟对比前沿模型，终端模型价格反而下降了 35.8%， 双轨走势让套利空间变得极其诱人。安全审计机构对428个公开中转站做了深度摸底，结果显示 2.1% 的路由器存在主动恶意行为，有些甚至精明到在前50个正常请求后才激活盗取以太坊钱包私钥的功能，藏得极深。想自己部署一个 One API 玩，用一条 Docker 命令就能跑起来，这确实很快。但一定要记住，千万别因为省事儿忽略安全。第一步必须改掉123456这个默认密码。不过别觉得用起来就万事大吉了。GitHub 上有人反馈，特定版本的镜像会导致 Linux CPU 占用率飙到 50%， 且部分主题完全兼容不了特定的渠道。选镜像的时候，别光图新，多看看社区里那些关于报错的 issue。这时候你必须意识到，别再盲目信任外部网关了。现在的防护思路得变，你必须在自己的代码侧实现原子级的预付费和熔断机制。当发现异常请求时，代码能瞬间切断连接，而不是等着平台监控来预警。在算力套利的灰色地带，廉价的 token 往往伴随着看不见的安全税。说到底，无论系统跑得有多快，把安全底线交给第三方代理，终究还是太冒险了。要是业务数据敏感，这一步还是留给自己做。